我是想委托你们二审的。案情能跟我们具体的说一说吗？如果我们两个现在还在一起，如果没离婚的话，他就不会出这么大的事儿。我现在呢，是个网店的店主。5年前，我是在路边摊煎饼果子的。那个时候，我认识了建设，他是做电缆生意的。1个鸡蛋吧。哎，对，好嘞。来啦。2个鸡蛋。啊，对对对。我俩就这样一来二去就好上了。来，哎，这是你的，要吧？豆浆还有吗？有啊，给你留着呢。我喜欢他厚道，他喜欢我努力。我们俩呢都结过1次婚，又都离了，谁也不嫌谁。认识不久以后，我们就结婚了。可他妈却不喜欢我，她觉得他儿子是做电缆生意的，却找了一个开路边摊的。她觉得我配不上他们家建设。妈，喝金酒。从我们结婚那天起，他就处处刁难我，逼着我跟建设分开。建设吧，又是一个特别孝顺的人，夹在我和他妈中间为难。我心疼建设，不想让他为难，所以我们俩结婚不到1年就分开了。可是谁成想，我们俩这一分开以后，让他闯了天大的祸。要早知道这样，就算他妈把我折磨死，我也绝对不会跟他离婚的。行，那个马女士，就是这个你们婆媳之间事儿，我们了解大概差不多了。您看这许建设这案子，您能不能展开了跟我们说一说？自从我们离婚以后，建设心情就不好，经常叫一帮朋友出去喝酒。那天，他又约着一帮朋友去喝酒。我不就妞吗？就是不去心里不爱。等。老板，大张4瓶啤酒。我拿。这还可以。我要4瓶啤酒。嘿，一妞不错啊，哥给你拍来啊。谢谢。哎，找死啊！妹妹，这哥喝一杯来。干嘛呀，胖子？哎，你害羞什么呀？拍这么大，你知道这妞是谁吗？啊？我管你谁呢？谁拍着谁的？你哪儿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别耍！你真打呀！你倒回去！装什么装？我出来吧！打不死你！啊！别耍混！胖子！我气！胖子！别打过来！我干嘛呀？建设说是为了拉架才跟上去的，可是跑着跑着就剩下他跟张胖子2个人了。再后来，他们2个人说的话就都不一样了。反正那个姓李的，最后就死在小树林里了，没有目击证人。打完架以后，建设还回家睡了一觉。第2天一大早，张胖子就来找他，说那个姓李的死了。建设一听就害怕了，连夜就逃跑了。可是他没想，他跑了，张胖子没跑，他跑到公安局去自首去了，说人是建设打死的。公安局就下了通缉令。我一看才知道出了大事儿，我就到处联系建设。后来建设偷偷跟我联系，我才知道他躲到农村去了，我就给他寄了1000块钱，我劝他回来陪他去自首。可是谁成想，1审的时候就认定是建设把那个姓李的打死了。因为自首，又因为双方都有过失，所以从轻判建设一个无期。可是张胖子才判了12年。话说回来吧，我们2个都离婚了，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可是，一听这事儿，他妈就病倒了，
我要不管他，就没人管他了，所以就算倾家荡产，我也得把他救出来。我就是认为一审律师不给力，所以才给他判得这么重。前段时间我看了你们性骚扰和强奸那个案子，我觉得你们两个太了不起了，所以我才来找你们的。马女士，这个一审的判决您今天拿来了吗？哦，拿来了。你们如果愿意接的话，我再给你们看。哎，您这不给也没关系，我们就想看看案件事实是怎么认定的。好，那这样，马女士，您要不然在这儿坐一会儿，我跟邱律师我们两个人商讨一下，马上就回来。好，好吧？哎，您坐一会儿啊。哎，喝点水。谢谢啊。稍等。要打这种案子啊，才能体现咱们律师的价值。这成天打那种飞诉啊、专项啊，都觉得自己变成生意人了。这像是一个刚输了房子的人说的话。你是不是不想打刑杀？也不是，我是觉得这马丽丽吧，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哎，管他呢，咱们只讲事实和证据就好了。但是咱们现在事情也不少，打这种刑事案的话，又有风险又难打。那如果案件事实真跟他说的是一致，那一审认定可能存在问题。是啊，如果只剩下张胖子和许建设两个人的话，如果没有其他证据，那就是1对1的指证。那两个人就有利害关系啊。对啊，而且更何况那姓张的那个不是还抓起来判了吗？同案犯控书不能直接定案。哎，这案子有的打。秋华，要不然这样，咱们也别光听他怎么说，咱们把这一审的判决书要来看看。如果真跟他说的是一致的，那咱俩就接，行不行？哎，我想打。行，你想打就打。刘记者，我们家建设这案子，麻烦您多多给宣传啊！到事成以后，我一定好好谢谢你。哎，好，那回头联系啊。哎，罗律师、邱律师啊，马女士，我们俩刚才就您这个案子您接吗？嗨，您先坐。哎，是这样，主要这个材料我们也没看见，也不能光听您这一面之词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但这一审的判决书我们也没看着嘛。可是我要给你们看了，你们不接怎么办呢？嗨，这我们看了也未必接。那我们不光是要对您负责，也要对我们自己的职业负责。这任何案子在没有看过材料的情况下，没有一个人敢说就能决定代理的。再者说，这判决书也不是什么保密的事儿吧？那行吧，我还是希望你们能把这案子接了。你们之前那性骚扰的案子，我觉得你们特别有正义感。马女士，这个案子我们按小时收费，总共预估50万。需要您先交30，然后等2审开庭以后再交上剩下的20。这么高啊！你们也知道，我就是一个小网店的店主。虽然我前夫他是做电缆生意的，但是我们离婚的时候我是净身出户，我1分钱都没拿。我是一定要救建设的，哪怕倾家荡产我也去救他。我去筹钱，但是这一下拿出30万，对于我来说挺困难的。咱顺序能不能颠倒一下？我先给你们个20万，然后等2审下来以后，我再付那30万。这样，我们呢先把这个一审的判决书研究一下，然后接不接的再说吧。另外还有一件事儿，马女士，您和许建设已经离婚了，所以就算我们接受委托，也不能是您来委托，需要他母亲来。他妈妈去世了。啊？建设这事儿一出了以后，他妈就病倒了。您和许建设已经离婚了，
所以就算我们接受委托，也不能是您来委托，需要他母亲来。他妈妈去世了。啊？建设这事儿一出了以后，他妈就病倒了。我在医院照顾他妈，照顾了3个月，还是没能把老人家留住。我一想，他妈这一死，建设也没有兄弟姐妹，也没有直系亲属，只能靠我了。所以我倾家荡产，我也得救他呀。哦，对了，一审判决的时候，我让律师让建设在一个空白的委托书上签了个字，你们看这个行吗？哦，这个应该行。那这些材料就先留在我们这儿，我们回去商量一下，3天以后给您一个答复，你看可以吗？谢谢啊，邱律师，谢谢罗律师。我们家建设是个好人，那这命就拜托在你们俩身上了。哎，怎么样？你现在对他什么感觉？说不好，但总体感觉还行。但是他极力渲染跟他前夫的感情，我觉得还挺抓马的。但是他想救人，应该是真的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拿那1000块钱，又劝许建设回来自首，这是实打实的。如果没有那自首情节的话，判个死缓也不是没有可能。说明这女人还是懂事理的。对。不过我还有一个感觉，什么感觉？我觉得这个女人头脑挺清楚的。你想啊，那边一审还没结束呢，她就想着给许建设提前签一个委托书。对，他刚才拿出那个委托书的时候，我都一激灵。是个聪明人。哎，还是愿意跟聪明人打交道哈。交流成本低。咱把这一审判决书研究一下。那你看啊，这上面说这个最后进到这小树林里面的只有他和张玉林这2个人。而且张玉林作证说，最后这致命的一棍子是许建设打的。这里面还有很多人的证言都说是看到棍子拿在许建设的手里。我看见了。但是这打人现场只有他们2个人。既然只有他们2个人，也就是说，许建设打死的概率有50%。大姐了，那法律不能依靠着这概率来定罪量刑吧？那你要这么说，那人许建设一开始人可没参与啊，他只是劝架。那他最后有什么深仇大恨，非要把人往死里打呀？反观那张玉林，一开始就是他先打人对方的。那你要说这概率的话，我觉得他的概率最大。你刚说完，法律不能根据概率来判。对呀，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，法庭应该穷尽一切可能调查清楚事实才行。没准真的已经穷尽了，没有办法调查清楚。而且，这张玉林的供述是否能作为这定罪量刑的依据，这是关键问题。哎，他可是同案犯，他是存在着重大利害关系的。如果真是马丽丽说的那样，他骗了许建设逃跑，然后他自己去自首，指认许建设，那他的这个证言的真实性值得考量。那起码说明许建设头脑简单。哎，我这儿查到许建设公司资料了啊。有被执行过的记录。这估计效益也好不到哪儿去。那刚才马丽丽可没说许建设公司的经济状况怎么样。看来这聪明人也不老实。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这边也都关了。那儿有一个办公楼。哎，干嘛呢你们俩？啊，出去，快出去！您好，那个什么呀？出去，来出去，门在那儿。
我们是律师。对，我们想来打听打听情况。律师？啊，这是我们的律师证。哟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个，我想问您一下，哎说这个公司是出事之前关的，还是才关呀？这公司出事之后才关的。本来啊，前段时间生意就不好做，这一出事儿，老板进去了，这不就关了吗？哦，这公司就靠你们老板自己一个人啊？姑娘，你不知道，这公司本来就是他自己的。之前呢，是我们老板娘帮他打理，后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儿，俩人又闹了离婚了。这一离，得又剩他自己。那出事以后，他们没想着把这公司卖了换成钱赔偿吗？这公司现在欠了一屁股债，卖不了俩字儿。哎，那据您所知啊，就是你们这个老板是他有钱呢就不想赔，还是就是没钱赔不了？有钱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肯定有钱。你别看现在这公司这样了啊，不行了，但是我们老板在京北好几套房，光2环内2套。他公司经营情况不好，又刚刚离了婚，我估计这个人情绪很不稳定。可是刚才那保安啊，不是说吗？说他2环里可有2套房呢，他干嘛要坚决拒绝赔偿啊？没准啊，他真没打人，所以才不认罪不赔偿。那天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待着待着，两帮人就打起来了。开始在里面打的，后来在这个位置打的。哦，您看看是这个人吗？啊，刘哥，你看是他吗？对，就是他。那天警察押人过来的时候，我们都看见了。打架那天他喝的不少。您看见了是吗？看见了。我还给他上了好几瓶酒呢。啊，一开始打架的时候他有没有参与啊？开始确实没参与，他比他们年龄都大，开始他还劝来着，后来一打起来，我怕沾身上血，就赶紧躲了。后来的事儿我没看到。那出事的小树林就在这附近是吗？就那边。好。这儿树这么密，连个路灯都没有，这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呀？要不咱改天等晚上差不多这时间，咱们再来一趟。那也行。走吧，走。还是想接。想接，不接心里痒痒。但是一审已经判了，如果没有充足的证据，改判的可能性不大。哎，就越是这样越给接。再说了，咱手里有能抓着的地方，他证据确实薄弱呀。你说老打这个安全的官司有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接。这案子确实有难度，不过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勇气，挑战不可能。打这个官司，你们一定要做好各种准备。陶律，关键是如果我们赢不了，他这无期就蹲上了。不用想那么多，刑事案件舞台有限，但千万不能越界，尽力就好，把该挣到的钱挣到。不好意思。喂，罗律师，韩律师让你一会儿到他那儿去一趟。哦，好。你们不会还没跟他打招呼吧？这可就是你们不对了。他是刑辩部的主任，你们应该先向他汇报，再来管委会找我。赶快过去。翅膀硬了，眼里没我这个师傅了是吧？这不是来了吗？老话说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什么昧心钱你们都敢挣啊？韩主任，您这不是夫子自道吧？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我们这案子还没签合同呢，您怎么着又被钱接的呀？知道这个案子有多难打吗？
一审都出判决了，二审你要翻过来，万一要是输了呢？对咱们所会造成多坏的影响啊！我不觉得会给所里带来什么负面影响。一审判决了就不可为了，那国家设计二审制度干什么呀？再说了，只要有二审，就有律师代理，输了官司就会给所里带来负面影响吗？说的轻巧，我是刑辩部主任，你们要是出了纰漏，还不得我这主任给你们擦屁股？万一当事人家属告了，我这个合伙人得给你们负责。别光想着出风头，学学做人吧。韩主任，您是想教我们俩怎么做人是吧？那如果是这样，我觉得就免了吧。这责任是我爸，这案子能不能接？您说句话，要是不能接，给个理由。案子能接，但不一定是你们打。回去听合伙人会议的消息吧。还想截咱们的胡？哼，手里的案子被咱们弄过来几个，这就急了。哼，瞅他那德行，哎，给谁也不能给他呀。咱要不然给玛丽去个电话，告诉她所里可能有其他人打他那案子主意。不行，这玛丽里心眼太多，要是让她知道了，她还以为咱们在所里没人呢。对，你提醒对，那咱就静观其变吧。反正坚决不能让老韩抢了，实在不行，咱就去方丽红那儿闹去。陶律师，怎么着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刑辩部主任吗？我怎么了？刑事案得先从我这儿过吧？没经过我，你就同意他们两个接案？两个初出茅庐的丫头片子，带着一条人命，万一出了事儿，算你的还是算我的呀？不是我让他们两个向你汇报的吗？那是在你同意之后。怎么着？我的工作你来分配啊？不是，韩主任，您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他们事先没跟您打招呼吗？再说了，不就两个年轻人接了一个大案子吗？您说您都已经这么成功了，至于跟两个小年轻的抢饭吃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的意思就是我跟他们俩抢业务是不是？那不然呢？哎呀，你们俩先别吵了。现在啊，咱们都知道刑事案件特别难打。既然两个年轻的律师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他们想接，就让他们历练一下呗。那不行，万一输了呢？我们得对当事人负责吧，不能让人家又输钱又输人。明知道赢不了的案子，趁早别接，是不是？哎，但凡韩主任接不了的案子，都不应该接。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行，老韩先坐下。不这，哎呀，坐。那个，我个人觉得啊，这个案子对于两个年轻律师来说呢，的确有点大。我个人建议，咱们派一个有经验的老律师来配合他们，带着他们打，好不好？谁合适？刑辩的案子嘛，我认为韩主任最专业。我不是跟他们抢业务，我首先得声明啊，但我是刑辩部主任，我得把这个关。对，要把关。什么？人家方律说了，这也是为咱们好。自从上次的事情以后，他一直想找个机会，帮咱们跟老韩缓和一下关系。我觉得一点都不好，就他那种人，唯恐避之不及，还搞什么关系啊？要是不想让老韩接，也有办法。据我们了解，这个许建设虽然公司在亏损，但其实他是一个隐形富豪，家里有多处房产，光二环内就有几套。二环内那得上百万哦，那不止了，说是有一套100多平吧。那得好几百万，真有钱啊！那你跟他们开价了吗？还没，这不是等您呢吗，韩主任？一条人命啊！所以一会儿他可能要跟你详细的聊一聊。来了。
马女士，这就是我跟您说的韩主任。哦，您好，韩主任。马女士，你好，你好，您请坐。哎，马女士，韩主任是我们刑侦部的主任，也是老律师了。过去啊，打的这个刑事案子也是打了一大把了。但哪怕是没有辩活的经验呢，那辩死的经验也很多了。老律师就相当于老游医，经验非常丰富。那个罗英子，哎，你做记录。好。啊。这个话糙理不糙，一审的判决我看了，二审也不是没有可辩的空间，但是也不大，所以您得有个充分的思想准备。那还辩吗？哎，当然要辩了。哎，我听小罗他们跟我介绍，您不是很爱许建设吗？但凡咱有一分希望，咱就得使出100%的力量去救他，对不对？就像一个人得了癌症，即使被判了死刑，咱也得请最好的医生给他去治，是不是？对对，韩主任就相当于那个最好的医生。那我们这案子您看了吗？看了。那您打算怎么辩呢？咱先不说怎么辩，律师的时间就是金钱。在签这个代理协议之前，我应该一个字儿都不能说。所以咱先把代理协议签了，好吧？秋华，你把那个代理协议拿给马女士。这协议都是格式的，没什么可看的，签个名就行。120万？啊？这不原来说才50万吗？一分价钱一分货，这就像你到医院去看病一样，你是挂了一个普通号啊，还是专家门诊，这能一样吗？没错，这个50万吧，那可能就是辩个无期，但是这120万呢，没准这人就早就放出来了。这谁也不敢说啊，那谁来了，他都是死马当做活马医，是不是？这一审嘛，咱还好说，这二审。那需要上级法院把下级法院的审判推翻，这是难度很大的。韩律师，我还是委托罗律师和邱律师吧，我就不麻烦您这样的大神了，我跟他们俩签。别，我们俩的这个经验真的是没有人韩主任的经验丰富。但你俩打的官司我是见过的，韩律师打官司我也没看过，我就相信眼见为实。随便你了。你就不怕二审维持原判吗？您不说难度很大，死马当活马医吗？如果您要能保证二审能翻过来，我就委托您。啊，这谁也不敢保证啊。他们俩敢吗？不敢。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敢说敢。对呀。那人不才要50万吗？谁叫我看了这案子以后，我是义愤填膺的。好，50万我接了。韩主任，这50万您可就亏了。不是，你们俩嘀嘀咕咕的说什么呢？没有，主要是这个当着人，那我就说吧。就是我想问邱律师，上次韩主任那个案子多少钱钱？200。你看，马女士，这事儿我就得跟您说一下。您可能是对我们这个律师行业不太了解，像韩主任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律师，您这样的案子怎么也给200起。对，我一般接案子都是200起步。能给您120，那真是缘分价了。您现在让他50万就接这个案子，那势必就是他别的案子就没那么上心了。英子，你和秋华回避一下，我跟那个马女士，我们在私下里。不用，我就委托罗律师和邱律师吧，不麻烦您了。不，马女士，这个案子我还可以给你分析分析，好几个点你们都没有看到，没有分析到，你们俩先回避一下。
我一开始我也觉得我跟邱律应该是回避一下。不是，您不说不签合同不谈案子吗？哎，罗律师、邱律师，你们先聊点，先聊点。我来把这个。您不用吧？我没关系，很快的。哎，你敢不敢赌一把？赌什么呀？马丽丽用多长时间把老韩给撅回来？1小时吧。用得了这么长时间吗？20分钟。你太低估老韩的胃口了。等着吧。哎，4点20啊，现在赌100块钱呢。行。你们俩跟他签去吧。这人这么不识相啊！听我一句劝啊，你们俩也别跟他签。这女的不是什么好人，已经离婚了还这么卖力，心里不定怎么想的呢。放着有经验的律师不用，非要用年轻的，为什么呀？觉得年轻律师好骗，是不是？韩主任，谢谢您关心哈。那个，我个人认为，这个做律师要怕被人骗，那我就不做这行。主要我们年轻，也得什么都经历经历。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。发着呢，100块钱。发那我就笑纳。走，签协议去。哎，晚饭啊，你请客。想得美。马女士。罗律师，马律师，邱律师，我刚才已经拒绝韩律师了，我是诚心诚意想委托你们2位的。当然，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哈。那我们呢也会拿出100%的努力，竭尽所能。当然了，这个结果呀，谁也不敢说。不过我们敢跟您保证，您再也找不着第2个比我们更努力的律师了。哎呀，这我信，这我相信。但是，罗律师、邱律师，有这么一个情况，我想跟你们说一下。上一次我不是从您这儿走吗？然后我回去就去筹钱去了。现在建设在里面，公司也垮了，家里是有些存款，但一部分存款，一审打官司的时候我用了，还剩了一部分，我也给他妈妈看病了。所以现在让我筹这50万，我真的筹不到。哦，没事儿，这个不是一次性付清的，您先付20万就行。我知道，但是这20万我也没筹来。罗律师、邱律师，你们也看到我是诚心诚意想委托你们2位，你们2位也是诚心诚意想接这个案子。您看30万行吗？我可以先付15万的，然后等2审完了以后，我再付这15万，你看行不行？马女士，许建设不是还有多处房产吗？可那房子是他的，他现在人在里面，我也没办法帮他处理啊。再说了，现在卖房子不也来不及吗？您看30万行吗？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，你们也是看着我不是图他钱的这个份儿上，我现在每花的1分钱都是我自己的钱。建设在外头也没有兄弟姐妹和亲人了，我再不救他，就真的没人管得了他了。马女士，是这样。好，那就30万。我们不能不挣钱做事儿，也不能全为挣钱做事儿。咱就按30万签，您先交这15万，然后等2审结束了以后呢，再把剩下15万交清了就行了。太感谢你了，罗律师。那先走了，再见啊！再见，马律师。再见。大功告成。你还真是得意忘形哈。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刚才很收敛的。这怎么才估了1000呢？200平的房子，又挨着中心，1000太低了。哼，法拍房估值都不高，到时候能拍多少算多少呗，反正够还咱们贷款的。要不换一家呢？重新估一下，我估计1200得有吧。
陈律师，你怎么了？估太高不好卖呀，咱们的钱拿不回来呀。也是，什么时候拍卖？啊，这个就很快了，只要对方不上诉，判决生了效，就赶快卖，免得夜长梦多。陈律师，饭买好了。啊，谢谢。哎，包。放副驾。啊。你是不是也没吃呢？没呢，我就光想着给您买了。一会儿我转你100块钱，你拿去吃饭，吃完先回去。那要不要给您再买点什么？不用，关门。哦。1000万少了点儿吧？1000，哎，走啊，我送你回去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坐公交吧。哎，你该客气时候再客气，咱一路回去还能商量商量那个案子案情呢。这听这声儿就知道是你放的，怎么流窜到我们这儿来了？这不是你家地盘啊？哎，你这不是废话吗？这样我们家地盘，我还能等你说完这句话呀？早把你腿给打断了。说干嘛来了？又想什么坏招呢？别自作多情，量诊所又不是只有你一个律师，我一堆朋友。哦呦，你还一堆朋友？哎，你什么朋友啊？无良配无耻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你改这名，咱俩配就行了。陈硕，你找死的吧？刘英泽。这个1个星期了，不上诉啊？我上不上诉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别冒破耗子假慈悲啊！怎么能没关系呢？你不上诉的话，我怎么赚2审代理费啊？哎，我跟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的，你干嘛老咬着我不放呢？看上你了。啊呸！没对手很寂寞。哎呦，你还把我当对手了？我压根儿就没把你放眼里，知道吗？行了，不贫嘴了啊，说认真的，你再不上诉的话，这判决下来，房子马上进入法拍程序。那就不劳烦您操心了。怎么着？1审挣的钱还不够你买药吃的啊？英子，要不我先走吧，咱一块儿走吧。真太碍事儿了。拜拜，秋绿。我还真是纳闷儿，什么样的父母能培养出这种奇女子呢？其实他提醒的对。谁啊？陈无良啊？你这一口一个无良的，人家也是好意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他能有什么好意？我严重怀疑他是看上我那套房子了。哼，来刺探情报。哎，你信不信？只要我不上诉，他肯定马上去抢我那套房子。玛丽，哎，马女士，有事儿吗？啊，方便呀，您说吧。什么？就我自己？罗律师，哎，来，马女士，哎，您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您快请坐。哎，这是给您点的，谢谢。您先喝口茶啊。马女士，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啊。我们会马上去见许建设的，但是在此之前呢，您需要把那第一笔的15万，要尽快的打到我们律所的账户上啊。打，我正在筹着呢。罗律师，你也知道，
我这为了救我们家建设，我真的是倾家荡产，一无所有。这一审的律师费，我还是找人借的钱。但可是你说怎么办呢？我就是爱我们家建设。白女士，您的情况我们都已经非常清楚了。那您的这个境遇呢，我们也非常的理解和同情。但是这个律师费啊，要是不按时交的话，这案子我们是没有办法接的。当然，我这不正在想办法呢吗？啊，那您的意思是？您对我们家建设的这个情况也了解差不多了。您也知道，他那几家公司啊，早就负债累累了。不过他名下还有几套房，就处理一套，别说代理费了，干什么都行。可是我现在跟他都离婚了，如果没有他的委托，我是没有办法能帮他处理这些的。您看，您不正好要去见他吗？能不能让他把这个给签了？委托书，这是谁给您起草的呀？哦，一审律师。本来是他要帮我去办的，我这不是觉得一审他不给力嘛，所以二审我就不委托他了，他就没有办法去见建设。我就想说，您见的时候，能不能让建设把这给签了？哦，那这个不行，这个除非是法院和公安各方许可。哎，不，这个真的不能让法院知道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家建设到现在也没认罪呢，而且也没给对方赔付。这要让法院知道我们在这卖房子，以为我们在转移财产呢。那马女士，这个就真的没有办法了。如果我干了这个，就属于违法违规了。罗律师，马女士，您别这样啊，您这样就为难我了。没有，我不是哭，我是哭我自己。你说我自己都想不通，我们俩本来都离婚了，我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这是，他是死是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再说句不好听的，他在监狱里头对我只有好处没坏处，因为他在外头都没人了，外面他有点什么事儿，他不都得找我呀？我蒙他都行，可是您说我是蒙他吗？我这是蒙他吗？我都借私人贷了，我就是为了救他。我们俩这都离婚了，我还这样对他，你说我是不是贱？我就是马女士，贱我。不，您别这么说，好歹是夫妻一场啊。罗律师，你不知道，建设还有家庭暴力。当然了，我也是火爆脾气。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真动手打我，往死了打。要不是上一次他对我动手太狠，他妈对我再不好，我也不能跟他离婚。你说我怎么就是忘不了他呢？罗律师，我知道我让您为难了，您放心，为了我们家建设，我哪怕我再去借私人贷，我也赶快把这15万凑上。我们家建设这案子，我还得靠您呢。我先收着，然后拿回去研究研究。太感谢您了。您先别急着谢我，这样您给我发个短信吧，然后在短信上写清楚您刚才跟我表述的这些诉求。这是干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干律师的职业病。您来打字，我来口述。哦。您说，罗律师，那天留在您那儿的案件材料中，有一份委托书，希望您去见许建设的时候，可以交给他，让他签字，委托我帮他处理他的房产。
好用来帮他2审。哎，好了，我给您发过去了。鲁律师，您放心，只要建设在这上面签字以后，我马上就去先处理他1套房子，1套房子就够了。我到时候先把那15万给您打上，然后剩下钱我也可以去还这个私人贷了。发过去了。哎，行。不可以，这种行为属于违法违规。您这是自我保护。那这个我就先收好了。好嘞。你疯了？这个怎么能收呢？这不是明摆着违反纪律的吗？这要当时被发现或者之后透出来，你这律师证就没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呀。你当时怎么想的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当时就是觉得拒绝不了。这我先收起来了。走吧，看守所3点会见。秋华，你相信直觉吗？你干嘛突然问这个？许建设一直说自己是被冤枉的，相信不相信自己的当事人是清白的，这一点对我来说特别重要。一会儿他出来的时候，咱俩感觉一下。我记得国外有一个律师说过一句话，律师都不喜欢清白的当事人。你说的这个我也听到过，要个清白的当事人干什么呀？如果官司输了，心里还有内疚感，不清白最好。可是如果明知道是不清白的，还要为他做清白的辩护，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他这个案子，他既然要求咱们为他做无罪辩护，那我还是希望他是清白的。许建设，我们是您前妻马丽丽拿着您的委托书为您聘请的律师，我叫罗英子，这位律师叫秋华。请问您同意我们做您2审的辩护律师吗？同意。那许先生，如果您没有异议的话，就在这2份委托书上签字，我们就正式成为您的辩护律师了，好吧？好。许建设，1审判决书认定您犯故意伤害罪，事实是去年8月23日晚持棍伤害李占军致死，并据此判您为无期徒刑。我们想问您一下，这个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？我没杀人，我甚至都没有打架，我是去拉架的，我是被冤枉的。许先生，您先别着急啊。您把那天具体的情况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。我跟张胖子不，张玉林是生意上的伙伴关系。我怕他万一真出什么事儿，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意，所以我就去拉架。哎，我气！胖子，别拿棍子呀！拦我干嘛呀？我一直在拉架，我怎么可能突然杀人啊？可是现场木棍上是您的血指纹。我刚才说过了，我是去拉架的。我追过去的时候，看见张玉林正拿着棍子打人，打得很凶。我真怕他打出什么事儿，我就扑上去把棍子夺过来了。上面当然有我指纹了。再说了，这棍子上面不止我一个人的指纹，怎么就能认定是我杀的人呀？可是您的同伴都指认，从小树林里出来是您拿着棍子。什么同伴呀？那都是他的朋友。我跟你们说实话，你们可以去调查，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。那天晚上天很黑，没有月亮，路边连个路灯都没有。他们离得那么远，谁是谁他们都看不清，怎么能指认是我杀人呀？许先生，后来这张胖子托信儿说人死了，警察在抓人，骗我跑了，他没跑，
肯定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张玉林把他们都给收买了。我刚才跟你们说了，那些都是他的朋友，跟我不熟，肯定帮他说话呀。徐先生，您说您是去拉架的，但当时小树林那么黑，具体发生了什么是很难界定的。如果您能积极的赔偿或者道歉的话，那一审就不会判得那么重。我没杀人，我甚至都没打架，我去拉架的，凭什么让我赔偿啊？我凭什么道歉呀？二位姑娘，我是不太懂法，但我也不傻呀。如果我道歉赔偿了，不就等于我承认我自己有罪了吗？卢律师、邱律师，马女士，哎，会见了吗？会见了。那建设签字了？马女士，这个我们真的不能帮您签，这是违反我们律师职业纪律的。我知道，但是你也知道我的困难。如果建设不卖套房的话，这官司我根本就打不起。您不到时候还去见他吗？您帮我把这个字签了吧。马女士，您的事儿我们很理解，但是短信也给您发过了，这忙我们是真帮不了您。另外，马女士，第一笔款15万，你也得尽快打到我们律所的账上，要不然我们后续的工作也没办法开展。好，我一定尽快。谢谢陈律师。应该的。再见。再见。硕哥，我给你买的那个纸巾，还有过敏药、牙刷，还有……我知道。你做一下记录先。明天中午12点是跟百丽的万总吃午饭，下午3点钟到市中区的人民法院参加调解，晚上跟爱奇艺的杨总吃晚饭，时间地点晚点告诉你。啊，杨总是吧？东西。我给你送上去吧。不用了。那我把我办公桌要不搬上去，照顾您也方便。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那办公室是我跟薛律师的，你坐那不挺好吗？你给我。这不。张志兰，来到我办公室。啊，好。以前你姐跟她丈夫关系怎么样？我姐，罗英子啊。我姐那个人其实可蠢了，别看她跟个人精似的。我姐夫那人没主意，就听他妈和后来找的那个女人的。全家人一起把我姐一个人瞒在鼓里，他还觉得自己很聪明呢。傍上我姐夫那女的，还是我姐介绍过去的。还真挺像这蠢女人干的事儿。是啊，我姐可太蠢了。那她家里边很有钱吗？有什么钱？我之前跟我姐去过一次，也就是一般家庭吧。他爸是在大学当老师，应该是。也很蠢的，我姐夫一家都把我姐坑成这样了，他们还教育我姐要好好善待他们一家人。还真是，什么样的父母教育出什么样的孩子。他居然家里也没什么钱，他怎么那么大房子说不要就不要了呀？啊？什么房子？那套马上就要被拍卖的房子呀。硕哥，你老跟我打听我姐的事儿，你不是喜欢她吧？我才不喜欢蠢女人，我喜欢聪明的女生。对，我跟你说，我姐就可蠢了，别人要不帮她，她根本就活不下去。以前都是我帮她，但我这不是现在出来了吗？硕哥，我姐实在是被我姐夫坑太惨了。你要不帮他把那套房子留下来呗？我呀，我没那闲工夫。其实我就是觉得那套房子不错。我现在是原告的律师嘛，我现在是知道底牌的。如果他实在保不住的话，我就想办法把它拿下来了。这样？行，了解了，你去忙。喝水啊。
真是挺蠢。直接去会见啊！走吧，时间不多了。你瞧你那张脸臭的，你这脸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就因为一句话，一条人命就没了。咱们俩还得为打人者脱罪。第一，人未必是他打的；第二，保护受害者那是公诉人和他律师的责任，不是咱的。咱们是给保护咱们自己当事人的合法权利。无罪，无罪。许建设，如果没有新的证据出现，那无罪辩护的风险就太大了。万一被驳回了，你可就一点余地都没有了。那最后还是无期。我们为您考虑啊，我们想分2步走。第一步就是邱律师给你做无罪辩护，而另外一步我给你做罪轻辩护。也就是说，最后致命的那几棍到底是谁打的？依据现有的证据，无法准确的认定。1审量刑太重，这样我们可以在2审会留有发回重审的余地，免得无罪再驳回。这样对您的代价太大了。您看这……不可以！你们要是不为我做无罪辩护，我就不委托你们了。我没杀人，我也没有参与打架，我是去拉架的。李占军的死跟我没关系，拉架明白吗？他们不念我好也就算了，还想让我认罪，不认，我也不赔。许先生，您先冷静一下，您先别激动行吗？您坚持无罪辩护，辩护意见得不到2审法庭的采纳，输了可就彻底输了，您可要想清楚。那我也不认，死都不认。你们必须为我做无罪辩护，否则我换人。许建设，这是李占军死后的照片。你看他这个伤和你有关系吗？我不敢，别怪我玩心理战这一套。他的死跟我没关系，我凭什么看？谁啊？谁？我啊，姐。哎呦，你怎么还拿个剪刀呢？吓死我了，兰兰！不是你好几天都没回来，而且我这正看一杀人案的照片。哎，你在那个陈硕那儿干的怎么样啊？还行吧，就是他也太小气了，1个月才给我5000。对，狮子腿上劈不下来肉。姐，我来给你报信儿来的。那报什么信儿啊？你坐。陈律师看上咱房子了，一直跟我打听你房子的情况，打听可仔细了。我问他干什么，他说他喜欢那房子，你要是留不下来，他打算拍卖的时候买过去。哼，买呗。兰兰，你回头上班告诉他啊，我从那房子搬出来的时候啊，我找过大仙儿，跳过大神儿，反正除了我以外，谁搬进去，谁不都好死。行。他就这么说的呀？对啊，他说的时候可吓人了，真恨不得一副吃你肉扒你皮的样子。就说我觉得这事儿就算了吧。
那你还就告诉他，我还就不信邪了。这房子不闹点鬼，我还真看不上。哎，严琦啊，想我了？我也想你。那一起吃饭吗？行，马上电话联系啊。汤世兰，我订个餐馆啊。陈律师，您是有身份的人，别理社会上那些贱女人。哪个是贱女人啊？就那天来那个呀，一看就不是。该你管你管，不该你管的别多问，可以吗？我这不是关心。不用你关心，不在你的工作职责之内。我就是觉得，硕哥，你要是想下班之后有个人陪你的话，我可以啊，我也不用你多付我钱。哦，好的。好，去忙。喂，陈无良，别有事没事给我打骚扰电话啊！你不就是看中我那套房子了吗？有本事你就拿走。哎，我再善意的提醒你一下啊，离上诉的截止日期可就3天了。我的事儿就不需要你操心了。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我挂了啊。哎，罗正义，我说你把这个张世兰介绍给我当助手，你是不是憋着什么坏心眼儿呢？什么坏心眼儿啊？我能有什么坏心眼儿啊？你觉得我荤素不忌，找个人勾引我呗？勾引你？不是陈无良，你想什么呢？要不然我去医院给你挂个号啊，看看自己是不是得妄想症了。真的不是美人计啊？美人计还用别人使吗，大哥？你不是到处猎食吗？我警告你啊，陈无良，不许你欺负兰了，不然我叫你好看。再见。咋了？他说他觉得兰兰勾引他。我早就提醒过你吧，你是在玩火。裴老师啊，我之前觉得罗英子呢把这张世兰介绍过来当助手，她是甩包袱。现在我有点含糊了。你说她又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人，这不把羊送入了虎口吗？你完了。什么完了？哎呀，你完了呗。我是觉得呀，他心里边压根就没有你。这话说的好像我心里有他似的。有没有啊？你心里边最清楚。你陈硕这辈子对谁动过情？挖了一坑，自己跳里边，是不是？姐，啥事儿这么着急啊？我还上着班呢。哎，你喝点什么？我不喝了，我吃2块你蛋糕。好，服务员，再拿一个勺，谢谢。哎，你在陈叔那儿怎么样啊？学到点东西了吗？还行吧，能学着什么呀？我就是他一助理，法律业务上的事儿我也接触不着啊。其实你要是想学，还是能学到的。我平时就是他去哪儿，我跟着去哪儿，给他拎拎包、订订饭店，要不然就是跑跑腿儿、买这买那的。这我能学着啥呀？就工作上的事就没让你接触过吗？哦，这陈无良，还真把你当小跟班用。所以说呀。哦，对了，姐，你那个房子的事我跟他说了，他说啊，他陈硕还就不信邪了，这房子不闹点鬼，他还真看不上。我不知道他没安什么好心，还盯着我那官司的事儿呢。对，兰兰，我就是提个醒哈，你去呢是当行政助理去的，所以工作上的事儿啊，咱们该干的咱就干，努力干，好好干。但是这个工作之外的，咱不该管的咱就不管了，尤其是别人私生活上的事情啊。咱就别替他操那份心，还免得别人多心。多心？谁多心啊？
没有，我就是提个醒儿。哎，陈律师，买电池是吧？4姐，行，那我这就去办啊，您稍等。看见了吧，全是这种事。姐，你坐啊，我去给他买电池去了。行。陈律师，你看这是我们准备的材料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罗振宇。哎，陈无良，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啊？自我感觉怎么这么良好啊？啊，你买个电池还得让兰兰去给你跑腿儿，啊，到头来还说人家给你献殷勤。我告诉你啊，最早咱们说好的，兰兰是去你那儿当助理的，不是给你当小阿姨使的。罗正义，你是哪根筋搭错了吗？我问你，我的助理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呀，最好让他过去，就能让他学到点东西，知道吗？还有我的情况，你少瞎打听，管好自己的案子。什么人呢？这是。行。不好意思啊，咱们继续问。您好，那个您是王师傅吗？你们谁啊？哦，我们是许建设的律师。许建设的律师找我干嘛？啊，王师傅，您看您之前因为打架，您蹲1年就出来了，但是人家许建设现在可能要面临着无期呢。我们就是想问您一句话。问吗？就是当时你们啊，看他们从这个小树林里面出来的时候，是谁手里拿着棍子？是许建设呢。可是这一审你们的证言说，你们当时站的地方离这小树林起码有40、50米远呢，天那么黑，又没路灯的，能看清吗？姐姐，就算是没有路灯，高矮胖瘦我总分得清吧？那许建设是个瘦子，张雨林是个胖子。可是说那个作案工具那棍子啊特别细，你站那么远，就真能看清啊？我看得很清楚，是许建设拿着棍子，他还甩了甩上面的血迹。那他是哪只手拿着那棍子，怎么甩的呀？您能？哦，就是右手是吧？右手这么甩。我再给你演示一遍啊，这么甩。哦，行。谢谢您，王师傅，打扰您了哈，打扰了。我张哥人心善，他那天是打架了，但他绝对不会把人打死的。那天我们都看到了，是许建设从树林里跑出来了，他当时手里就拿着棍子。哪只手拿的棍子？左手。左手。对。他左手拿着棍子出来以后有什么动作吗？比如说甩血什么的？是的，他左手甩血来着。怎么甩的呀？大概是这样甩的。你怎么甩的呀？他就这样甩一下，这样甩的。您确定是用右手甩的吗？啊，我确定是右手，就这个动作。这地儿可真够荒的，怪不得人证少呢。他们肯定是对过，但是对的没那么细，所以就露了马脚。会不会是时间长了忘了？不应该。那甩血的细节，他们证言上都有，可见当时警方是让他们回忆过的。有可能是张玉林哄骗许建设逃跑以后，张玉林又找了那几个人，让那几个人做的伪证。不对呀，他们是张玉林的朋友，不认识许建设，所以他们肯定要把责任推在一个生人的身上，然后这样他们也能够减轻罪行，对吧？哎，快到了，就在那块儿。哦。一审案宗上显示，当时他们几个就是在这儿，就那个地儿。哦。然后看到张玉林和许建设从那里面走出来。那天是初2，今天初3，案发时间也差不多，也大概是现在这个时候。
这样，秋华，你就在这儿站着，然后我进去。行，那我给你打电话。好好。哎，英子，你看到我吗？高矮胖瘦是能够看清楚的，但是再细节的东西就看不到了。要不然你过来。行，我现在过去找你啊。好嘞。秋华，你看这时候这里面这么黑，外面根本就看不清楚这里面发生什么。这一审的证据确实不够充分。是啊，而且许建设跑了，张玉林又投案自首了，这种情况到了法庭上对咱们很不利。哎，走了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呢？就是他俩！哎，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哎，干什么呢？哎，是他俩啊！你们谁呀？你们是谁啊？我们是路过的，你们干嘛呀？你们就是许建设的律师吧？哼，我早就听说今天有人啊跑过去问东问西的，哼，果不其然，晚上你们就来这儿了。大姐，我们是许建设的律师，我们就是想看看这案发地的情况。他打死了人，法院都已经判完了，你们还来这儿做什么？您别激动啊，我们没有恶意的。你们帮着杀人犯打官司，还好意思说没有恶意？你们是受害者家属是吧？我们是战军的姐姐。哦，这个地儿人家警察早就来过了，你们还来干什么呀？怎么着，杀人还有理了是吗？我弟弟活蹦乱跳一大小伙子，就这么着就没了。就是啊，就这么着，你们还是要给他辩护，替他脱罪。你们怎么想的？你们还有良心吗？就是。大姐，你们的心情我们都特别理解，但我们今天来这儿就是想弄清楚，您弟弟是否真的是许建设打死的呢，还是说真凶另有其人？不，你说的这什么话？你什么意思？许建设他就是杀人凶手，他当初手里拿着棍子出来的，好多人都能证明，是不是？对，我看见了。张胖子肯定是打人了，可人家是什么态度？是该认错认错，是该赔钱就赔钱。哎，可那姓许的是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，他咋那么恶呢？就是因为俩人，他和那个姓张的，你敢说他没打人吗？对呀，到了法庭还骂我们，说我们坑他钱，说的叫人话吗？是人话呀，是人话。对，大家都冷静一下，你们想想，这许建设也不认识李占军，无冤无仇的，他有什么动机要对李占军下此毒手呢？谁说他不认识啊？不但认识，他还给我弟弟借过钱呢。啊？他做生意赔了，四处借钱，其中也向我弟弟借了20万。他就是想把我弟弟打死了，这笔钱就不用还了。对，不对呀，这个一审里面没有这个情节呀。我们也是才知道的。这段时间一直给我弟弟整理遗物，我发现了一张他留在我弟弟那儿的借条，我就想起来弟弟出事之前一直在打电话要账。对，那这么看来，电话那头的人肯定就是他。借条我们已经交给法院了，2审的时候就会出现。哎呀，他别跟他们说这么多了，他们就是想赖账，想把这责任啊推给那姓张的。不是，对，人不是他杀的，那出了事他跑什么跑啊？对。干嘛呢？我们只是来聊天。知道吗？你都派干嘛呢？哎，大晚上围这么多人，干嘛呢？那个，我们是律师，这是我们律师证，您看一下。去年在这林子里不是发生了一个案子吗？我们就想来现场看看，没想到就跟这些老乡碰上了。哎，你不是李占军的亲属吗？大晚上的带这么多人，围人家律师要干嘛呀？您看您这话说的，他们呢是杀人犯的律师。大晚上的，他们要是不来这儿，我们围得着他们吗？对呀，没什么大事，我们就是想跟这个受害者家属了解一下情况。真没事啊？没事。
真没事儿。没事，我没事。没事，散了吧，回家睡觉去。走，散了啊！别说了，他们没怎么为难你们吧？没事吧？没有。哎呀，你们二位理解一下啊，毕竟是受害者家属，这村里啊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。理解是理解，就是刚才突然一下围上来这么多人，挺可怕的，吓了一跳。谢谢你们。没事哈，没事。一块儿走吧。啊。哎呀，其实他们家还挺不容易的。李占军呢是家里唯一的男丁，上面有3个姐姐，家里生活条件一般，全指他挣钱补贴。你说这好好的一个大小伙子，说没就没了，那家一下就塌了。听到他的死讯，他娘当场就倒下了，还没等到法院判决下来，人就死了。他爹呢又中了风，到现在躺在床上，生活不能自理，都需要有人照顾。哎呀，也挺惨的。那行，你们以后看现场啊，自己注意安全。行，谢谢您啊，谢谢您。那我们先撤了。辛苦了，好嘞，辛苦了。走。现在杀人动机是有了。喂，马女士，有一个特紧急的事情啊，您赶紧来律所一趟。我知道11点了呀，这11点我们不是也没休息吗？您赶紧来啊，我们在律所等您。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，我刚才也想给他打电话。对啊，这么重要情节瞒着咱们，不是让咱们在法庭上等着让对方打脸了吗？哎呦，罗律师，您这么着急叫我来？许建设认识受害者这事儿，您怎么不告诉我们呢？您这是怎么知道的呀？我们怎么知道的？您觉得这事儿能瞒得住吗，马女士？你知道我们律师最怕什么吗？最怕自己的当事人瞒着律师。您瞒着我们，可人对方已经知道了。等法庭上一问，那就把我们逼到死角了，就等着输官司吧。不，我没有想瞒你们，这事儿对不起啊。我一审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件事情，这不前2天他一个姐姐给我打电话，我才知道的。那前2天您怎么不跟我们说呢？我忙忘了。忙忘了？这还忠贞不于案行吗？这。马女士，既然许建设跟受害者认识，又有债务纠纷，那他打人的动机就有了。这对我们2审会非常不利的。哎，邱律师，这你要是说他们2个人打架，建设下手重了，这个我信。但是你说他要是为了赖账把人给打死了，这我打死都不信。建设本身开公司，他欠了不少钱，难道他能把这些人全都打死吗？可我们就没有办法拿他没有打人动机来辩护了。那怎么办呀？我呢是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他的，通过这个朋友呢，做担保，我朝他借了20万，真的就见过这么1次面。做生意嘛，相互拆借这常有的事儿。哎，他把钱借给我，无非也就是想挣我的利息啊。可那天晚上，我因为家里的事儿还有生意上的事儿，我心里特别烦，我就一直低着头喝闷酒。他们打起来的时候，我都没认出来是他，所以我一直在拉架。我不瞒你们说啊，可能你们也都知道，我还有5套房，都是好地段，这价值几千万呢，我怎么可能因为20万我就下死手打死他呀？哎，就算他死了，这债务还在呀，我也得还给他的家属吧。许先生，
一审的时候有没有问过你们二人是否认识？问过，我也实话实说了，我说我见过他，但是我没提债务的事儿。可是许先生，现在您认识他，并且跟他有债务纠纷这件事儿已经是事实了，受害方已经把这个证据提交给法庭了。二审开庭，人家就会提出来，对方会说你因此有了伤人动机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无罪辩护的成功率就极小极小。所以我们这次来也是劝您能够同意我们2部辩护，希望您不是你们哪伙的呀？我就想不明白了。你们是我花钱请的律师，你们不想着替我辩护，怎么光想着让我认罪啊？干不干呀？不干滚！许先生，注意会见纪律。我告诉你们，要想干，就是无罪。这个许建设有暴力倾向，他自控能力很差。就他这种性格，即便是和受害者不认识，他自己心里烦，喝点酒想发泄，也很有可能下死手。一会儿过了桥你就给我放下吧。你要去哪儿？我送你。不用了。不用了。全呀。别多管闲事了啊，就靠边停吧。哪儿呢？桥底呢？行，我给你放桥下啊。所以，尽管许建设一直要求我们给他做无罪辩护，可是我就是有一种直觉，我觉得这人呀，就是他打的。现有的证据支持这一点吗？起码在我看来是很薄弱的。作为一个律师，你就不应该说这种话。这个世界有很多道德，有一般道德，有职业道德。作为律师，我们的职业道德就是：你既然接受了委托，就应该尽职尽责地为当事人服务，要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。人是许建设打的吗？除了他们俩，谁都不知道。如果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是许建设打的，疑罪从无，律师就应该为他做无罪辩护。这就是法的意义。作为一个律师，最高的道德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。如果你怀疑当事人有罪，你可以不接受委托，但如果你接受了，你就得辩护，而不是和公诉方合谋去证明他有罪。否则，辩护人这种制度设计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哎呀，是啊，但我就是心里啊，一般道德和职业道德的冲突，作为一个律师，都要首先过这一关。您说的对。喂，陈无良，你要是看上我那房子，有本事你就抢走，别有事没事给我打骚扰电话啊！罗正义，我再说一遍啊，这上诉期马上就截止了，房子你真不要了？我要不要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不是知道吗？我看上你房子了。急着当灵堂是吧？那好办呀，摆点花圈就行了啊！再见。无耻！怎么就听不懂我说话？喂，爸，怎么了？
英子，你得赶快回来。怎么了，爸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哎呀，你回来，你赶快回来吧，再晚了你就来不及了。不是爸，你先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，我这就往回赶。你妈她倒下了。哎，你快回来吧，回来看看你妈。喂，秋华，我妈出事儿了，我现在回岭南的高速上。哎，这边有什么事儿，你多照应点啊。不是，ICU在哪儿？你往这边走，2楼。谢谢。妈怎么样？爸，我是英子。爸，妈怎么样了？英子，你回来了。你妈还没有脱离危险。我去看看。爸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人怎么能这么坏呢？您说谁？还能谁呀？自从上一次我带着学生把我们的老房子收回来，没过几天，他们就在我们家很近的地方买了一个大房子。他们不是没有钱，他们是在哭穷啊！哎，虽然我们两家离得比较近，可我们没有任何的来往。可是，今天早晨，你妈去菜市场，碰到刘民他妈了。哎，老板，这个怎么卖呀8块1斤。这个呢？ 6块。哦，你挑吧。哎呀！啊，真是冤家路窄呀！啊，你躲什么躲？大庭广众之下，你别闹好吗？怎么，怕丢人啊？我不怕丢人，我是怕你丢人。我不怕，我有什么好丢人的？我养的儿子堂堂正正，不像你的闺女在外面偷汉子。你胡说什么呀？怎么，我说话你听不懂吗？你闺女在外面偷汉子，给我儿子戴绿帽子，让我儿子受不了了，才出国走的呀！你别胡说，你别胡说呀！你闺女还不要脸，强占我儿子买的房子，你跟你老头还是什么大学教授呢？啊，真是一点脸都不要，养出这么个闺女，还觉得挺光荣的，是不是？啊，真是不可理喻！怎么啦？这会儿觉得不好意思了？不好意思，别让你闺女做那些丑事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个老东西，赶快让你闺女乖乖的把我儿子的房子还给我们，要不然我见你一回骂一回，早晚让你没脸见人。你怎么一点教养都没有啊？你什么教养？我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说出这个理儿。你闺女偷人，还偷我家房子，你们老两口只顾护着自家孩子，把我们老两头赶了出来。现在了，又觉得丢人了啊？你说我什么我？你还有脸说我呢？回家照照镜子，看看你自己。说呀说呀，我什么我？他知道你妈妈有高血压和心脏病，就故意的气她。别管他，他装死呢。你妈哪受得了这个呀？有些情况需要和你沟通一下。病人的脑部大面积出血，又耽搁了很长时间。从生命体征上可以说他还活着，但是这种活着是没有思维和意识的，也就是说，他成了植物人。
现在需要你们做一个决定：如果维持呼吸，他可以继续维持生命体征，但实际上醒过来的几率已经微乎其微。从现在对死亡的定义，我们可以说他已经死了，只是他还有呼吸和心跳，就看你们是否愿意让他以这样一种方式活着。医生，他醒过来的概率有多少了？医学上的事情没有绝对答案。以前也有昏迷很多年的病人，在家人的陪护和照料下，奇迹般的苏醒过来，但那确实只是个别的极端案例。谢谢医生，我知道了。那您的决定是？他刚倒下，我们怎么可能不尽力呢？那怎么可能让他这么走了呢？英子，英子。爸，还是跟我去京北吧。你们俩在身边，我也好照顾，也放心。英子，你呢，就安心做你的事业。我还是给学生上课。你妈妈你不用担心，有2个护工轮换照顾她。我下课以后也会去陪陪她。可是我就是不太放心把妈交给2个外人照顾。现在都进入陌生化社会了，谁的到来和离去，不是交给陌生人呢？你就安心回去工作吧。有空回来跟你妈说说话。